是贵州的大山深处，这里峡谷纵深，山峦叠翠。没想到，就是在这样的一处秘境中，竟然隐藏着一户人家。他们独自居住在这座大山的怀抱中，也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居住了多少年。这里四周杳无人烟，侧面就是一个深邃环绕的大峡谷。远远望去，房屋简单而朴素，是老式的木房子，与四周的环境融为一体。门前四周全是肥沃的土地，这里宛如与世隔绝。住在这里完全能够自给自足。我在想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家才会选择居住在这样独特的环境中呢？下面随着我们镜头一起去探访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现在呢，我们准备去探访视频中的那户人家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到，那户人家它是没有通公路的，通往那里的只有一条小道，途中呢还要经过一个峡谷。看那个房子就在我的对面，它中间呢隔着一个峡谷，就是说我们要从这个山上面走到峡谷下面，再由峡谷下面走到那个房子那里。以我们往常的经验来判断呢，至少要走半个小时，我觉得可能半个小时都不止了。现在我们准备出发，在出发之前呢，我们先来计下时，看一下到底要走多久。现在是11点59。其实呢，这个地方是我们第一次来，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通往那里。我们只是看了一下大概方向，是从这里走过去。看底下就是峡谷了，这个峡谷的落差还是挺大的。走到这里呢，就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那个房子了，可能相机里面看的不是很清楚。这个房子它是一个木头房子，四周呢全是茂密的树林遮挡，看这四周全是这种大山，几乎方圆几里没有人家居住的。这个地方真的是给我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。一路走下来呢，这个路还是挺好走的，没想到这个路走到这里的话，它就截止了。我四周看了一下，也没有其他的路。这里呢，好像是一条小路，不过已经走到这里了，已经没有退回的余地了，只能硬着头皮走。这条路杂草还是挺深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人走的少的原因。大家看这条路还是挺难走的。我今天不应该穿这个毛衣，好能沾这个毛啊！真的是太可惜了。走到这里呢，发现没有路了。我们两个还以为走下这个峡谷，然后从这里再走上去，就能到达那个房子那里。然后呢，我们用那个无人机飞过去探了一下，发现呢，在这个下面呢，它是一个断崖，它是没有路可以上去的。原来那条路是在那个房子的后面，也就是那座山，从那座山上面走下来。现在呢，我们只能计划原路返回，看一下能不能到达那座山的对面。不知道今天时间够不够，如果说不够的话，我们只能计划明天再来。真的是太可惜了，枉费我走了这么多路。现在我们原路返回。现在我们终于来到这个房子的所在的这座山上了。我们刚才从对面那座山来到这里，花了1个多小时。吸取了刚才的经验呢，我们先用无人机探了一下路，确定无疑了，就是这条路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房子的后山上，这条路一直走到底了，就是那个房子了。
这条路比刚才的路明朗多了，一看就是有人经常走。不知道从这里走下去还有多久，我感觉我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。哎，哇，你看，蘑菇，这个是可以吃的蘑菇，没想到有意外的收获。哇，这上面非常的平坦，我感觉我们已经到了。我感觉我们已经快到了，看这个旁边，还有一个人工修建的一个水渠，估计是想利用这个水渠把山上的泉水给引下来。还以为这个水渠是直通那个房子那里的，没想到它从这里就已经绕开了。我感觉这个水渠应该是用来灌溉田地的。那个房子在我的右手边，我们从这里走下去。现在我们是终于到了，快看那个房子，它是一个木房子。不知道今天主人有没有在家？我们喊一下：“有人没得？有人没得？有人没有？”好像不在家。他这个房子挺宽的，是一个2层，你看，一个木式的一个老房子。这里还有粮食、玉米，还有那个米的那个壳糠，应该是养的有什么家畜。哇，你看这边还有水，完全可以解决生活用水，还可以解决那些田地的灌溉。你看，在它的附近全是这种田地。这里呢，就是它的一个大门，上锁了。这里还有一个门窗，我这个个子看不到，相机得里面看一下。这里好像是一个厨房，还有一些锅碗瓢盆。你看，它这里应该就是一个厨房，上面还有烟熏过的痕迹。这里应该是一个饲养区，不过现在什么也没养了。这旁边呢就是一个厕所，看这个房子的旁边居然还装了一个太阳能灯。没想到啊，这个主人他是真的不在家，看这个门窗都是紧闭着，我觉得好可惜啊！我们千辛万苦的来到这里，居然一无所获。在这里呢，有一个他的一个联系方式，还有名字，姓王。看来我们只能下次再来拜访他们了。现在我们看一下四周的环境吧。在这个房子的四周呢，全是土地。那边还有，
不过看这个样子，基本上都没有人耕种了，感觉基本上都荒废的一个状态。我估计这些土地全是这户人家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山上只有他们一户人家在这里居住。最让我佩服的就是他这里的电了，你们看，他这个灯还在闪的，是通电的。那你们知道他这个电源是哪里来的吗？你们绝对想不到。它这个电源是从对面那座山拉过来的，我数了一下，差不多花了4、5根电线杆。其实它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它中间呢含了一个峡谷，它是从峡谷上跨过来的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，专门为这户人家修了这个电线。它这个地方除了这个路不方便以外，其他条件都是非常好的，有电有水，而且在房子的周围有很多的田地，完全可以耕种，完全可以自给自足。在这么大一片山里面，只有他一户人家在这里居住，真的是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。不过这件事真的非常的可惜，没有见到主人家，下次我一定要来，但是要提前和他联系好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